我想給窮人家的孩子一點建議啊。其實互聯網上很少有老師能夠給窮人家的孩子建議，原因其實非常簡單，因為你們報不起他們的課，因為你們的父母也報不起他們的課，你更没有認知去報他們的課。說白了，你沒有任何的消費力，你也沒有任何的消費潛力。如果說站在一個商業的角度來講這件事的話，你們就屬於被淘汰的那一批人。但是呢，我願意靜下心来跟你們去聊一聊这件事情。我根本不打算从你們身上能夠賺取到1分錢，沒有意義我真的能夠期盼着你們以後不要再陷入這個貧窮當中了。我親身熬過一無所有的日子，清清楚楚的明白這個日子在底層的時候到底有多麼的難熬多麼的崩潰。曾經也有人為我擋了一把傘，讓我走到了現在如今我也想伸一把手拉一拉現在正在泥潭裡邊的兄弟，或者說在泥潭裡邊掙扎的這一幫兄弟姐妹。我期待着將來有一天，如果说你們能夠脫離了貧困之後，能回過頭來再想起我今天說的這番話就可以了。我出生在山東的一个農村吧，一個小農村，今年年齡不大，27歲，一路走過來呢，就幾乎全都是依靠自己的摸索，家裡沒有任何人提點，都是務農曾經也踩過無數的大坑，攢下的滿腔的血淚這些都是用自己半條命換過來的這些經驗。接下來我要說的是給窮人家的孩子幾句逆天改命的大白話，沒有任何的官方術語，但是呢聽着比較刺耳，可能把你的玻璃心給你擊碎，但是放在現實裡面，我認為起碼是現在足夠有用的。如果說你的家底豐厚，趁個幾千萬，或者說手握幾百萬巨款的人，你就可以直接劃走了。但如果說你是出身普通的，沒有家底的，沒有父母托舉的，家裡沒有經商的，你一定要給我認真的聽完遠比你漫無目的的去消磨時間，或者說打遊戲浪費時間，絕對是更有價值的。很多就是窮孩子，他跨不過去第一步這道坎兒吧，也可能說，對吧？其實就是你沒有辦法接納自己父母的局限性。所以說第一步是什麼？就是你敢於認清你父母的能力是有限的，這不代表着不孝，千萬不要被這件事情捆綁掉。你認可這件局限性，但是不代表着不孝，而是學會放棄放過長期內耗的自己。就是千萬不要一直幻想着我去依靠父母來托舉你自己的人生不是說你的父母不愛你不疼你他們對你的關心和付出全部都是屬實的，沒有一點摻假，比任何人都要疼你。那可是你想一想，他們這一輩子他的眼界，他眼前的這些資源，對吧？他都是建立在自身的恐懼和自己有限的閱歷之上給出來的你的建議。就像你身邊很多的長輩他勸你早點成家，找個安穩的工作，娶個媳婦生個孩子找一份工作，然後不要去瞎折騰，不要去瞎搞。那面對這些話的時候，你的心裡呢，其實一定是要有一定的分辨作用的。覺醒的第一步是什麼？敬重父母給予你自己的養育之恩，保證他們安穩能夠溫飽。但是人生道路上面的選擇不能完全順着他們的路子去走，如果順着他們的路子去走，你只能最高層次達到他們的那個條件，無法再往上走。所以說順着他們的想法去走呢，你的腳下路途會比你現在更難100倍只能依靠自己一步一步去走出來，別被世俗這些所謂的孝順成為你自己牢牢困住的枷鎖。不要這樣因為在原地是非常難讓你去翻身的，尤其是你現在這種狀況，現實是非常殘酷的。這種人往往都是最容易到處去碰壁的就是那種心存善念的人，他到哪兒他都不成功心存善念的人是非常可憐的，因為他沒有自保護自己能力的手段，非常這種平靜的普通人，那家境又普通，又固守這種的道德高標準的評判，然後呢最後就是不斷的自己的吃虧，不斷的委屈自己，什麼都得不到。所以你一定不要把
配不上这3個字刻在你的腦海裡面，要把配不上這3個字從你的腦海裡邊徹底消除掉，從你的字典裡邊把它刪掉。不少的底層的孩子一旦看到優質的機會，看到更好的資源，下意識的反應就是我不配擁有。你想想你是不是這樣想的？可是你一定要記住啊，好的機會、好的資源、好的人脈、好的平台、理想的出身，對吧？這些活動它不是規定誰的出身好就會架在誰的身上，不是這樣的。它不屬於誰的專屬機會，屬於大眾。當機遇擺在你的面前的時候，不要反覆自己懷疑自己能不能輪到自己，這個事不是自己的。如果你一旦心裡冒出來這種退縮的想法，就要一定及時的提醒自己，呼自己2大嘴巴子，使勁呼，說我們雖然窮，但是我們不必去極度的自卑。大家同時是擁有2個，對吧？2個肩膀扛1個腦袋，2個鼻子喘氣兒，不必習慣性的去對任何人去自卑，去退讓。心儀的崗位，合適的發展機會，大膽主動的去爭取，先勇敢的站上那個位置，管它屬於不屬於你的，先站上那個位置，再慢慢的證明這個位置它就是我的。挺直腰桿永遠是底層人最後的底氣，沒有其他的。善良從來不是毫無底線，窮人家的孩子其實是非常容易走向2個極端的，我就是其中一個。第一種極端是什麼？要習慣性的小心翼翼，也就是說你不管做什麼事你都習慣性的小心翼翼，一味的去抹滅自己的心气儿来討好別人的開心，要麼就渾身帶着戾氣和所有人進行一起防禦戰，對所有人都進行防備。你一定要清醒一下，你身後沒有任何人可作為你自己的依靠。如果善良缺少鋒芒，那麼最後只能被人任意拿捏，只能是這樣啊。第一次被人刻意的去占便宜，你可以選擇大度，你可以選擇我不去計較。倘若对方反過來反复的對你得寸進尺，那麼該亮劍的時候逢敌必亮劍，讓所有人都清楚我日子清贫，但是我絕对不是愚蠢，我絕對不是好欺負，我絕对不是待宰的羔羊，我絕對不能任人欺負。人性的本性它是十分现實的，就大家会暫時對這種身處於低谷的朋友進行這種弱者的同情，只是暫時性的，但是大家卻不願意長期靠近這些軟弱無能的人。所有人更願意追隨這種態度強硬的人，可以擁有主見的人，在機會上懂得亮出自己的底線，別人才不會隨意過來拿捏你、欺壓你、踩踏你，給你穿小鞋，對吧？所以你一定要慢慢疏遠之前我上面說的那一部分人，還有一部分就是一定要慢慢疏遠只會抱團訴苦的底層夥伴或者說同伴。我說的這句話非常玻璃心哈，但是你一定要認真聽。老話怎麼講來說，跟着蜜蜂才能夠找得到鮮花採蜜，一直圍着一只蒼蠅，那你只能看着髒亂差。長期和消極態度極度就這種低下的這種心胸狹隘的人你去在一起溝通也好，玩也好，對吧？那當然我不是教各位去嫌贫愛富沒有這方面的意思，而是勸你遠離那些只會相互抱怨的圈子。你幾個朋友跟你一起長大，幾個閨蜜一起跟你長大的朋友，如果說你們坐一起吃飯，除了吐槽命運的不公、工作的不公，埋怨工作、埋怨老板、埋怨生活，發洩負面的情緒，幹啥不行，吃啥不剩，對吧？短暫的發洩之後呢，還能剩下什麼？你的生活不會有任何的發生改變，一點都沒有。第二天呢，依舊去重複你之前困擾你的日子，再去發牢騷，重複一晚，就跟那個小倉鼠放在那個倉輪上一直轉一樣，沒有頭。所以說你的圈层它的水平大概率它的程度就決定了你未来的上限到底是什麼樣的。看你身邊5个人的平均財富水平，應該就是你的，大差不差。如果說長期處在這種只會吐槽不求上進的這種圈子裡邊，你是很難突破現實的困境的。如果說你想要往上走，你只能去主動換一個環境，沒有其他的辦法你比如說多去圖書館看看書，健身房健身，多去跟這種優秀的人群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哪怕只是你在旁邊安靜的一旁聽不說話，哪怕用你的耳朵長着耳朵是用來聽的，
也比你現在躲在這個出租屋裡邊一邊打遊戲一邊訴苦一邊刷短視頻來進行內耗要強得多。向上攀登的路注定是孤獨的，你必須先適應一個人默默的沉澱，才能夠得到如此的成就。猛獸向來都是獨行，只有牛、羊、馬等等這些動物才是成群結隊的出現，出現之後也只是待宰的羔羊罢了。如果你手头裡有限的資金是非常有限的，或者说貧窮的，那麼优先投入到能夠向外展示自身的地方才是对的。衣服不需要追什麼大牌，不需要，也不需要買什麼奢侈品，20塊錢的短袖依舊可以穿得非常的整潔，上面没有一絲的污垢。鞋子也没有必要买那種高昂的名牌货，隨時擦乾淨，白鞋就擦的白的，黑鞋就擦的黑的。你看看你现在的鞋子发在评论区是不是脏亂差不堪的？隨時擦乾淨，這是第一性條件。你越是處身於低谷的狀態，你越是不能放任自己的邋遢，不能放任自己的散漫，這是第二性原則。外人他不會通過這種的外表能夠直接挖掘你內心的想法，他不會這樣的。就是你比方說你穿的邋遢，他可能一眼就看不上你這個人，但是你穿的非常的整潔，他看你的時候他看不透你的內心。你負債200萬2000萬他都看不出來。出門之前整理好自己的髮型，別不洗頭，整理好自己的儀容儀表，對吧？在一無所有的這個階段，精氣神就是你不用花錢打造出來的最好的名片。別人看不透你的內心，這才是重要的。出門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給的。貴人呢，挑選都是可扶持的這種的年輕人的眼光，都是這樣的。他們的第一觀察是什麼呢？是你的精神面貌，有這種氣態。只要你的狀態激昂、乾淨自律，就更容易被人看見。所謂的這個機遇會落在你的身上。你如果說埋頭拼命苦幹打拼了10年，費了心力去找任何的人，其實有的時候你還比不上貴人伸出手來之後援助你一次，給你伸一次的援手，你就可以少走10年的路。外在的精氣神就是更容易吸引到你這個行業所謂的貴人留意你的敲門磚。成不成的不知道，最起碼你得先這樣做，學會把所有的苦難都能夠默默的自己去消化在自己的肚子裡。你不要逢人你就跟他講我經歷的苦難，到處展露自己所受的傷自己的傷疤，到處就跟你看我這有傷疤，你看我這有傷疤，這樣你會成什麼人，對不對？不要去和旁人傾訴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苦境，不要這樣。一路上有多麼不容易，自己心裡知道就行了，誰都不要講。沒有人會願意長期接受源源不斷你這種負能量進入到他的耳旁的，沒人願意聽。短時間呢，可能會有人同情你的感受，聽多了之後只能說你是傻子，然後慢慢的遠離你，刻意的針對你，不想跟你玩，不想跟你交流。最後呢，你還是要獨自的承擔没人搭理你的這種的失落。所以说成年人的覺醒就是打碎你牙齒裡邊的一個殘核，咔一拳打碎，然後不能讓別人看出來你的牙被打碎了，自己咽下去。所有吃過的苦，所有吃過的這種的累，全部變成沉澱自己內心的一種韌勁兒。別人閒暇娛樂的時候，你就抓緊時間學習，沉澱自己的技能如果說你的口袋非常的貧瘠的時候，啥都沒有的時候，只能依靠這種高強度的執行力去填補你和別人之間的差距。你的時間投入在哪裡，最終的結果就會顯現在哪裡。種什麼樣的種子，開什麼樣的花。先行動起來，不要讓自己一直處於一種等待時機的機會。等你等待好了再開始幹，黃瓜菜都涼的不能再涼了。最後一點也都是重中之重，千萬不要給自己施加難以承受的重壓和自己承受不了的負擔。不要整日逼着自己，我要光宗耀祖，我要对得起我的祖祖輩輩，背負上全家人的希望往前去趕路。不要這樣，你的肩膀上就是如果說扛過的很重的這種的期盼超過了你的肩膀的承受壓力，你的步子是沒法往前邁的，你的大腿邁不開，你的大腿上就像綁着一塊重石頭，讓你无法往前走。你沒有考上好的大學，沒有考上理想的學校，你的人生也不會崩塌呀。30多歲沒有成家，沒有老婆，沒有孩子，沒有房子，沒有車子，你也不必陷入恐慌。短期之間內沒有賺到你理想的收入，賺不到你想要的錢，也不代表你一輩子沒有出路啊。
人生有無限種可能，這些事情它都有緩衝的餘地，不要給自己顯得那麼悲慘，唯獨不能把自己不要把自己逼成一个徹底崩潰的邊緣。一旦你被壓力所壓垮之後，那麼你整個家族的貧困的局面其實就很難再有轉機了，只能陷得越來越深。所以我送給所有寒門子弟的人一句實話，命運不濟永遠是弱者來逃避的借口，他不想努力，持續的行動才是強者翻盤的一個底氣。只要你幹，你就超過了 90% 的人。父母留給你的，它只是你的出身和你的背景，人生的道路終究需要你自己靠雙手去打拼。前路缺少掌聲，那我們就要學會自己給自己拍胸脯，給自己鼓勵，獨自給自己打氣筒，對吧？堅定的向前，沒有必要去頻頻的回頭看看後面的人啊，身後只有無法重新來過的過去，把它拋棄掉就可以了。前方才有觸手不可得及的一種希望，貌似你觸手就可以得到。只要你的身體尚在，身體健康，只要你沒有選擇徹底放棄，其實遍地都是翻身的機會。所以說堅持走下去，成功之後歡迎回來在我的評論區報喜。陌生人，好好加油。